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主角2号机器人，但是比较没印象，毕竟1号机器人的存在感还是强太多啦。本期来看看由好微笑出品的了合体太阳勇者旋风雷鸟号。登场于作品《太阳勇者》，是勇者系列的第2部作品。一个自称是宇宙皇帝的邪恶能源体，要跑来地球为非作歹。他虽然看起来很帅啦，比主角群还帅哦，可是身为皇帝却几乎没有直属的小兵，还得靠在地的协力者。而主角群则是被称为宇宙警备队的外星能源体，也是与在地协力者的机具融合之后，才能够与这个邪恶势力来对抗。火焰太空梭与火鸟喷射机一样，是在地协力者不知道哪里来的经费所制作的。最初的目的是宇宙勘察用，但因为火焰喷射机被敌人打到大破，需要维修，所以临时就直接把合体能力过继给火焰太空梭了，以便迎战眼前的敌人。对照原设定，同样因为要兼顾变形机构啦，因此外形的破碎感还是比较重，尤其中后段的状况更加明显啦，羊手臂就直接不长，挂在两边，而整体的比例是比原设定稍微再胖一点。本款的起落架就只有机头的部分才有哦，直接翻出来就好。后方直接很明显的胸板上会有2个小滚轮，因此还是可以滚动，没有问题。驾驶舱就顶部直接翻开。本款同样也有附属火鸟哥哥，所以若有买之前的火鸟号，就可以得到2个火鸟哥哥哦。不过虽然火鸟哥哥可以坐进驾驶舱啦，可是本款并没有对这个部分下太多功夫。坐上去之后，外盖就盖不起来啦，敞篷太空梭。旋风喷射机，一台无人的支援战斗机。从外形来看，可以知道是用弹幕来做掩护攻击，可以与火焰太空梭来做结合。结合方式也相当简单哦，先把旋风喷射机的机头部分往上做翻折，然后火焰太空梭的垂直尾翼左右展开，接着旋风喷射机从后方给扣上去，中段的接点向下扣就完成了。火焰太空梭的变形比起火焰喷射机要来的比较复杂一点，整个机翼向下翻，后方白色外甲翻折上去，左右2管炮向外打开，中间的副翼收纳进去，机身前端左右分开之后各自向下拉伸，机头转向之后固定在小腿的外侧，底部黑色的部件打开，将脚掌转出来之后再盖回去，接着腰部护甲向下。左右主炮的炮身收回去，前后外盖打开，将手转出来之后再盖回去，然后将手臂拉伸，胯部的固定点打开，然后压住中间黑色的部位往后推，这边是齿轮关节。后裙甲这边把上面的2块往下折，接着齿轮关节部位回正，就能够把整个身体给左右打开，藏在里面的头给转出来，身体左右2块合并回去，腰部齿轮关节再往后推，后裙甲翻下来之后的2块给翻回去，整个后裙甲向上推，齿轮关节处归位之后，胯部扣点扣回去，主翼根部转到定位，胸部白色外盖盖回去，火鸟哥哥折叠之后可以装在左边的洞，主尾翼翻开，头2侧的头饰往后翻到定位就完成了。另外小腿2侧的太空梭机头可以拆掉外层哦，接点收起来可以减少机头太突出的突兀感。旋风雷鸟号，火焰太空梭变形而成的人形形态，需要跟火鸟哥哥合体之后才能够变形，也是一般的战斗形态，具有一定的作战能力，可是本体的攻击力相当有限啦，然后本款完全没有重现这个形态的武装哦。对照原设定，本款很明显就是为了大合体，所以整体的比例牺牲蛮多的哦。壮硕的外形，本款变得是有一点臃肿，身形比例上也因此变得不太一样，变得比较五短身材啦。比起大合体主干的火鸟号，本款在还原度上确实会比较低。另外，本款有设计可以把大合体的头盔收纳在身体里哦。太空梭形态的时候，就跟着旋风雷鸟号的头收进去就好。旋风雷鸟号形态的时候，就把后面的接点翻开，把头盔挂上去。喷射合体，旋风喷射机的小机翼先收起来，头盔翻出来之后，把头盔给拆下来。旋风雷鸟号的头部两边的头饰往后收起来，头部稍微低头。旋风喷射机就直接装在本体身上，后半部直接往下压，压到扣点就好。飞弹舱转到后面，头部两边角饰翻回原本的位置，
头盔往上装上去，前面盖起来就完成了。喷射合体旋风雷鸟号，旋风雷鸟号与支援战机旋风喷射机合体之后的样貌，大幅提升了旋风雷鸟号的攻击力还有防御力，整体的性能也有显著的提升。要使用必杀技的时候，也需要合体之后才可以使用哦。但实际上就是只多了个正面装甲还有头盔啦，反正就变强了嘛。合体之后，因为有戴头盔哦，所以身高稍微有长高一点点，来到了25公分。整台依然是塑胶，除了螺丝并没有合金。对照原设定，完整变形合体头变大是在所难免，但这款的身形问题，头变大的视觉感相当的重啊。本来就比较臃肿的外形，也因为外装甲装上去之后变得更肿啦。这颗头虽然面雕维持好微笑的高水准，但是整个尺寸真的有点太大，尤其侧面看更加明显啦。拿火鸟号的头盔来比较就更清楚啦。身形的问题，除了跟火鸟号一样，因为外装甲很厚之外，也因为整个旋风雷鸟号要为了大合体而牺牲啊，所以整个躯干变得超级的厚，两只脚也比较没有这么修长来平衡比例，而且那个脚掌有一点过大啦。脚感当然也一如惹合体系列的正常发挥啦，不过金色也一样是涂装啦，发色也很不错，而且工整。另外，本款在额头还有胸前的绿色宝石是透明零件哦，多少有提升一点质感，有吧？大概啦。头部转动会被强化装甲挡到哦，不过还是可以转45度左右，上下幅度并不大。虽然可以用大合体之后的拉伸关节啦，身体同样也无法转动，但胸前的装甲左右可以向上让臂，不过范围并不大。手臂转动是齿轮关节，可是那个路径会被外形给挡到，根部没有额外的关节可以活动哦。水平抬举也是齿轮关节，可以到90度。但让我抱怨一下，我手上这只的左手上臂它没有密合好微笑不兮兮哦。上臂可以转动，手臂弯举幅度优秀，有附属3对的替换手收，还有一个右手姿势，还有左手握持手收。2层前裙甲都可以翻开，可是2边裙甲的位置并没有一致，所以内层装甲不能翻太高，导致大腿前抬举范围也严重受限啦。水平抬举可以直接90度，大腿可以转动，膝盖碍于变形机构，所以只能90度。脚掌只有红色部位可以上下动哦，往上只有一段。接地关节是齿轮关节，方向是单向，但表现不错。背后的飞弹舱可以在此形态转到前面来，原作中也是有直接使用的桥段。弹头是分件哦，可是都是塑胶成型色。雷鸟加农炮，印象中是叫旋风海农炮啦。2把收纳在小腿2边太空梭头里面的炮，当然本款不能重现收纳。2把炮的结构相当简单，而且它是空心的，看起来确实是比较没质感啦。实际上也真的没有什么质感。可以重现2把合一的状态，先把前端炮的尾端转向，后端炮的炮管收起来，就可以直接结合在一起啦。但是结合点完全没有固定点哦，明明是主要武装，却完全感觉不到用心。本款的各种牺牲就是为了大合体呀。先从一般的火鸟号开始，胸甲向内收之后往下推，收纳之后手臂转向，再往上缩，手臂的炮翻开来，然后将手腕向下转，再把炮给折起来，肩膀装甲往下折，然后整只手臂往外拉，根部再往外推。最后2个手臂往中间并拢，腰部扣点打开，前胸跟手臂整块往前翻，然后往前拉伸之后折成 L 型，躯干上半身往后推，把头部给收起来，再把前胸与手臂整块给归位，腰部扣点扣起来，胯部的接点翻出来之后，记得要往后推一点，前裙甲向上翻，2腿从髋部再往前推。旋风雷鸟号大腿后侧外盖打开，把2只腿都分离，然后大腿的外盖盖回去之后，再把大腿往下收，内侧的外盖打开，小腿后端黑色的部分往后折到底，金色的膝盖往上推，从内层把衍生部位给翻出来，再把末端的接点翻出来，脚底黑色部位翻开，红色脚掌末端的零件翻出来，再把黑色部位给归位。
两只手臂往上缩，手收起来之后，炮管翻出来。胸前的主尾翼合并，白色胸甲两侧的接点先翻出来，然后将白色胸甲整个翻开来，胯部扣点打开，整个后裙甲翻出来之后，腰部后装甲转下来之后打开变成侧裙甲，然后整个躯干左右打开，黑色部位内折，接着腰部向上翻，主尾翼也往内折，接着手臂转向，白色胸甲两端弯折。头部180度旋转，两肩膀顶部的挡板往外翻，两管大炮向上推之后翻90度。火鸟号前脚掌往下折，后脚掌接在旋风雷鸟号的脚部，然后整个小腿往前推，内侧的外盖就可以扣回去啦。两个金色的膝盖结合，这边要注意角度。旋风雷鸟号的本体接在火鸟号的接点上，这边要注意接点的位置哦。两手臂的根部扣上接点，这边的接点非常的不紧。髋部前裙甲接上扣点，接着胸甲翻开，转成大合体左右。最后头盔装上去，脖子拉起来就完成了。本款有额外附属一块零件，可以装在整个斜方后侧，除了可以遮蔽部位之外，也可以让前面提到比较松的手臂根部，因为这个零件不会松开。另外，大合体后的剩余零件也有原创的收纳方式哦。火鸟号的部分需要注意头盔架的角度，还有头盔要打开来。旋风雷鸟号的部分则是需要注意飞弹舱支架的角度，不过头盔的接点没有很紧哦。把两者结合之后，就可以装在大合体的背后啦。可是这边的接点也没有很紧，虽然它基本暂时不会掉了。最强合体终极旋风火鸟号，以火鸟号为基础，旋风雷鸟号拆成10块，我的意思是强化装备啦，合体而成的最强姿态，在尺寸与火力都大幅提升之下，仍然可以维持相当高的机动性哦，对战宇宙皇帝毫不逊色。大合体嘛，当然就是要大，所以全高来到了32公分。当然，因为这个系列都是塑胶啦，可是它都那么大一只了，就量一下体重，大概就是这么重。对照原设定，老实说，本款算是目前了合体的勇者系列里面外形算是比较没有那么出色的，但也这里归咎于原设定的变形合体机构就不太合理啦。在没有替换件完全变形合体的前提之下，本款其实已经做得相当好啦。觉得奇怪的点比较多在于两条长腿啊，可是不是因为腿长哦，而是因为小腿的结合感觉比较分离，膝盖的大洞也蛮影响视觉的。至于身体的方正感，我觉得还在可接受范围内。比较大的问题在于火鸟号膝盖的虚位啊，大合体之后重量直线上升，大腿垂直角度下，上半身会往前倾，非常的不帅。解决方式可以在虚位处加垫片或是胶板，但我是采用髋部向外挺的站姿啊。胸前的火鸟因为金色的发色很赞，所以你一眼看过去帅气度还是很高。头部因为脖子拉伸起来，整体活动范围获得提升，基础还是沿用旋风雷鸟号的头部关节啦，可是现在抬头还有低头的幅度都变得比较大哦。身体当然是完全不能动啦，胸前的两片主翼有段位限制的活动，手臂是齿轮关节，嘎嘎作响。但是因为肩膀的炮是固定在肩膀上的，所以转动手臂时，那个炮也会跟着转。摆姿势的时候就会比较受限啦。肩膀根部没有额外的活动关节，水平抬举可以到90度。这边就可以看到肩膀的位置太低了，所以动作会有点不自然。上臂可以转动，下臂也可以转动。手臂弯曲有到90度，除了可动手之外，还有附属3种造型的替换手收。前裙甲还有侧裙甲都可以翻开，整只脚几乎都是沿用火鸟号的关节。前抬举可以到90度，水平抬举没有太高，可是够用。大腿可以转动，膝盖弯曲可以超过90度，但是小腿比大腿长太多啦，所以没有办法高跪姿。脚掌的活动性则是沿用旋风雷鸟号的关节。肩膀的双炮根部无法向外转动，
可是炮车是旋风雷鸟号的手臂，所以还是可以上下调整位置哦。火焰之盾是以旋风雷鸟号的胸甲变成，其实也没有变形啦，就直接装上握柄就可以了。火焰之剑的剑格是以火鸟号的胸甲变成，这边需要装上额外的连接件哦，就可以把剑柄还有剑身给装上去。非常大把的武装，不过胸甲真的是很大一个，完全跟原作不符啊。因此本款还附属了一个造型先决的小替换胸甲，而且是双面的哦，直接变形是只有单面造型的哦。虽然使用小的是还原原作啦，可是我个人是喜欢用大的，看起来比较凶。因为本作的原设计也是没有在管这个世界的物理之壁啦，所以本款也是属于2号的主角机器人，为了大合体牺牲比较多的类型。外形与结构很明显都是以大合体为优先，但整体来说我还是认为有做到相当水准的啦。至少整只旋风雷鸟号的3种形态都有维持依然不错的表现，比例都没有过度的失衡。而众所期待的大合体火鸟号上半身往后推的设计也是相当有创意，而且不会有背包显得太厚的问题。虽然在比例上因为腿的造型稍显奇怪啦，可是整体来说完成度已经很高了。接方造型补件也有起到很好的效果。原创的剩余零件收纳方式虽然会让背包变厚，不过对正面的造型有加分的效果。总之，本款没有剩余零件的设计，而且那各形态的比例都没有跑掉太多，老实说，值得给不错的评价。虽然了胶感也是稳稳妥妥的发挥，而系列目前都有的帅气收纳功能的地台都还没有出现，我是希望它采独立贩售，不是绑装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